一座古老的炼药广场上，火焰升腾，药香四溢。萧炎的身姿挺拔如松，他的双眼犹如星辰般明亮，凝聚着无尽的专注与决心。随着比赛的深入，萧炎已是第2次尝试炼制那传说中的九转仙丹，他手中的动作越发娴熟，每一处细节都处理得近乎完美。在他身旁，巨大的炼药炉内火焰跳跃，并且竟然在火焰的周围似是有一道无形的力量正在悄然汇聚炼丹鼎之中，催促着药材释放出更为精纯的药力。药材一层层投入，每一层都代表着不同的功效，需要在恰到好处的时机，用精准的火候去激发。萧炎的气息随之凝结，一滴滴汗水从额头滑落，但他的神色依旧冷静，心神完全沉浸在这场炼药之中。空气中弥漫着层层叠叠的药香，那是灵药混合着玄火燃烧后的香气，沁人心脾，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心旷神怡。而在现场的其他九品药仙也开始他们的第2轮提炼，每个人都试图超越自己的极限。广场上空，药气滚滚，各种奇花异草的香味交织，形成一幅幅壮观的药物画卷。此刻，整个炼药广场再次回到了一片紧张而激烈的氛围中，所有人都在等待自己是否能在这一次的炼药中创造出奇迹，成功炼出那令人能够突破药神的门槛。梦寐以求的九转仙丹，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广场中央，那些高大的药锅散发出的药香使得大家意乱情迷。可是在广场边角处，有一个男子却似乎与此毫不相关，他站在那里，身穿一袭黑色衣袍，脸上一道黑色的图案散发出阴暗气息，神秘莫测。他的手掌心上则是一团漆黑如墨的火焰，那道火焰给人有一种心悸之感，看起来非同寻常。眼看着他的手舞动，火焰就像是跟着他的意志般随着他的手动了起来。男子控制着一团漆黑如墨的火焰，火焰散发出的热能带着诡异的气息，让人不禁心生胆颤。这场景如同一幅神秘而壮丽的画卷，让人目瞪口呆。这样的火焰似乎隐藏着无尽的力量和秘密。男子的炼药术超乎想象，控火如神，仿佛拥有着超凡的力量。在他掌握的漆黑如墨的火焰中，每一道火光都闪烁着异样的光芒，那种黑暗的能量让人感到恐惧，但同时也充满着诱惑。这个男子就像是从地狱中走出来的恶魔，让人们都为此震惊无比。在这片广场上，唯独他那团漆黑如墨的火焰在燃烧，照亮了整个广场，也照亮了众人心中的恐惧与敬畏。高空处的外塔之主还有4品药神们都被他的表现震惊了，即使是在高高在上的外塔之主和4位4品药神的眼中，这位黑衣男子的表现也足以令人吃惊。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炼药大师，但眼前的控火技艺却是他们前所未见的。但应该不是一位9品药仙能够拥有的炼药之术，比起他们9品药仙善于调剂火候，甚至是操纵火焰，这个神秘男子似乎要更加厉害的很多很多，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从他手中跳跃出来的漆黑火焰扔到广场上的任何一锅药中，都会迅速燃起熊熊的火焰，稳准狠，让人不得不惊叹他的火焰控制之高。在这一刻，整个广场的目光逐渐被吸引，聚焦在了这名不起眼的角落里的神秘男子身上。他和他的黑色如墨的火焰成为了所有人议论的焦点，以及这场提炼丹药竞赛中最不可思议的变数。此参赛者是来自什么势力的炼药师？外塔之主也开始注意起了这名男子，因为对方的那一道火焰让人非常的恐惧，又有着诱惑。外塔主大人，从得到的参赛者信息看，此人的名字叫邪修，没有任何的势力，好像是一名散修炼药师。其中一位4品药神的老者说道。邪修。外塔之主喃喃一声，对于这个人的名字从来没有听过，而且邪修2字都给人有一种不寒而栗之感。此人一身黑色衣袍包裹，虽然能够看清楚对方的面容，却没人知道他是谁。一位没有势力背景，只是一位散修炼药师，竟然你能够拥有超越外塔之主的炼药之术。要知道，外塔之主乃是一名5品药神，可就算如此，他都觉得比起此人的炼药术，自己都无法与之比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非简单的炼药师。就在此时，那位全场焦点的男子，他的炼药鼎中突然传出一声细微却不容忽视的爆裂声，随之一股浓郁且独特的丹香如脱缰野马般瞬间充斥整个广场，无形中似已形成一股澎湃的香气潮流，将所有人的感官完全淹没。这香不仅芬芳扑鼻，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韵味，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深吸一口气，试图将这股香气尽可能多地留在自己的肺腑之中。紧接着，炼药鼎上空突现9道清晰可见的涟漪，如同投石激起的波纹，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荡漾开来，每一波动荡都携带着强大的药力。那是9道不同层次的丹波，代表那人已经触及药神的门槛，已经领悟炼药之术中的极深造诣。广场上的空气因此震荡，仿佛连天地都在为这一幕颤抖。随着9道丹波的逐渐扩散，炼药鼎内开始出现神奇的变化，一颗颗晶莹剔透、圆润如同天宫的丹药从鼎中浮出，它们散发出耀眼的光泽，宛如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这些丹药不仅外观完美无瑕，更蕴含着强大的能量波动，即使是对丹术一无所知的外星人，也能从这震撼的场面中感受到这枚丹药的非比寻常。最终，当9道丹波完全消散在空气中，那枚成型的丹药似乎也完成了最后的升华，
他静静地悬浮在空中，周围还有未散去的余香和轻微的丹气波动。此时此刻，无人能言，无人敢言，所有的目光都紧紧跟随着那枚丹药的每一次细微颤动，等待着最终的揭晓。而这男子站在这一切的中心，他的平静与从容，仿佛早已预料到了这样的结果。他在这一场九转仙丹赛中，也是第一位提炼出九转精髓凝练出来的九转仙丹。